今天给大家盘点一波三国杀那些打破规则的武将设计啊。上期给大家选了一些打破规则的老武将，那最近这几年其实三国杀闹的幺蛾子也不少，什么随机打伤害呀、DIY 技能啊、全场换座次啊、小游戏啊、背古诗层出不穷。我个人来说，我还是比较希望看到三国杀之后能多出一些整活啊、一些花活武将的，因为你天天出一个标标准准的数值武将、菜刀武将也没啥意思，真挺无聊的啊，无聊比烂更可怕。所以我一般不会对花活武将有很低的评价，除非说你像邻居那样践踏了规则的底线，又或者是机制极其变态。第一个武将李傕啊，这个将我估计可能有些朋友没想到我会把它放进来。李傕这个将一看就不是个正常人，0到2随机伤害，这干嘛呀？咋就随机了？你好歹判定一下是不是？直接随机吗？就这种将你面杀的时候怎么玩？摇骰子吧，那三国杀从哪来的随机机制啊？李傕他是三国杀线上化武将的代表，李傕他是18年、19年出来的将，这个时候三国杀的发展重心已经从面杀完全转移到网杀了，三伏网杀分开发展，各走各的路，谁还管你面杀不面杀的？我三国杀要的是流水，是热度。当然狗卡选择这个发展方向也无可厚非，你追求娱乐性也好，公平竞技也罢，你只要不骗客就行。你现在武将都不明码标价的卖了，搁这瞎逼卖钱，这是真正的问题，是真的可不起。第二个武将 OL 董昭，董昭世纪邻居之后第二个改变全场身份的武将。灶王选择一个角色让他变主公啊，打冒号，加血加上线还摸牌。他要本身是忠臣身份，那场上真主公死了，他就与主公交换身份，继续与主公身份存活。他是反贼牌，那牛逼了，你直接就是反贼团队的贼王，只要你被主公和忠臣杀死，主公就直接获胜。董昭这个交换身份的机制比这邻居那好的不是一星半点。董昭他只是在同阵营内转换身份，他并没有在主中反贼这种不同阵营之间交换身份，对，给你变，但不完全变。有朋友说你这主公忠臣互换身份有啥用啊？没太大意义吧？哎，这还真有用。咱现在不都经常诟病三国杀军争是反贼杀吗？主攻胜率太低了，有一个很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为主攻第一轮太容易被速推，你不选肉将做主攻，啪啪一轮就给你秒了，你玩个锤子。那董昭的存在，他直接上来灶王一个忠臣就能实现放速推，你把我主攻杀了没用，我还有一个主攻。这个技能确确实实改善了 online 军吧反贼杀的弊病。第三武将神鲁肃，这个武将其实也不用我多逼逼了，24年首杀的一个重头戏神将，直接安排全场角色换座次。换座次的这个机制最早可以追溯到英雄杀里面的武则天。武则天有个技能叫迁都啊，也能换座次。那之后呢，其实首杀的司马师也有换座次的技能啊，只是说就不能全场换啊，只能换2个人。那你像神鲁肃这种一上来直接自己一个人全部安排座次的，咱还是第一次见。换座次也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机制，上限很高，下限很低。你想把这个机制玩好，那就要具备很强的大局观，以及根据将面辨认身份的能力。你要根据主攻选将来判断其他角色哪些是中内选将，哪些是反贼选将，从而进行一个合理的座次安排。安排好了，那己方开局就是一个大优势。这个将有争议的地方就在于他在斗地主模式很烂，以一己之力开发了动农民模式，地图还没加载完呢，直接就给你秒了，那真没办法了，这种将注定有争议。我还好吧，不算讨厌他。第4位来自首杀石常氏，石头是三国杀19年之后后三国杀时代最出圈的花活武将了，原画、配音、人设其实都很顶，但是他这个技能机制吧很难评，一血上线，每回合选2尝试的技能玩，然后回合结束直接死，下个回合再给你复活，好玩也确实好玩。那10个技能选着玩，那肯定比单玩1个技能好玩，但是你这回合外一点交互都没有，打不了无懈，救不了桃，就只能发呆看手机。可是冬眠来了，回合外博弈也是三国杀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啊，特别是在军吧、国战等等一些多人模式中，你直接把这部分博弈给砍了，我觉得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想法。军吧玩时常是真的很没意思，很没意思。斗地主还可以啊，斗地主节奏快嘛，你主玩斗地主，那时常是还真是一个不错的选将，强度高也好玩啊。那你这么说，时常是也确实很契合首杀所营造的短平快环境。第5位南华老仙啊，必须是他呀，他以后会出现在我的各个榜单中。
这现场 DIY 技能这种设计我也想过，但老仙这种能 DIY 几百个技能的机制，我是真不敢想。最赖的是啊，他每次 DIY 出来的技能，只要不触发，别人就不知道是什么效果。他的技能不公开透明，那这就给三国杀衍生出来一个叫陷阱卡的说法。你打他一下，他啥话不说，直接能把你手牌全换走。那这还跟你玩啥呀？也没法针对你南航老仙。他的机制有创新有玩法，但过于变态了。